你的电脑为什么会卡？电脑为什么会卡啊？电脑为什么会卡？多半原因在内存上面。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电脑它是没有内存这个东西的，就是在早期的电脑比如说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时候的用来破解密码的那种电脑它是没有内存的，只有2个东西一个是 CPU， 一个是硬盘，就是那种纸带是吧？磁带那时候的就是个存储的东西嘛，那是个非常的大，那时候的设备它不叫计算机，不叫电脑它叫设备设备很大。那个时候没有内存，但是它有个缺陷，就是物理缺陷非常大，非常的慢。什么东西？非常的慢得很。就是 CPU 它慢是相对的它是硬盘存储空间，硬盘相对于 CPU 来说慢，而 CPU 它快。CPU 就像个智商很高的聪明人，非常高智商250的智商，非常的高，非常的聪明，对不对？那个硬盘呢？硬盘就像个零，它速度慢而且双方隔得非常的远。你就像那个 CPU 就是天才，而那个硬盘就是个地才一天一地，对不对？整双针对，对不对？而且他们的距离非常的远。我说的这个距离不是说我们现在电脑里面那个 CPU 和电脑和那个 CPU 和硬盘，它们在同一个就在同一个机箱里面看起来就挨着一堆。不是这个意思，在物理世界电子层面来说，他们给了10万8千里，知道吧？我刚才说了，为什么会需要内存？就是因为以前没有内存，所以它才需要内存。为什么以前没有内存？为什么又需要内存？是因为 CPU 它是个天才，它这个天才很会算数，比如说它要算1加1等于几，对不对？算1加1，那么它算数，它就需要数据它需要这个东西它是需要资料的这些资料在哪里来呢？就在硬盘上面。硬盘在哪里？给它10万8千里。你从那边，比如说他要算1加1等于几的时候，是不是？他首先要一个1，这个 CPU 这个天才他需要一个1，他要1的时候，他就要扯着嗓子吼，我要1，把1给我拿过来，对不对？然后那个硬盘里面在硬盘那个地方的人，他就把1给他拿过来，起码2个小时的时间。拿到 CPU 的手上 ，CPU 它不到1秒钟时间就计算完了。你看人家拿过来2个小时，他计算时间1秒搞定了，对不对？2个小时减去1秒是多少秒？1分钟60秒，1个小时60分，你看浪费了多少秒对不对？所以他一算完了又有个加号，加号的时候他又要这样喊，一去一来又是2个小时。所以 CPU 它一生中，它的生命当中99%的时间，它不是在做事情，它不是在算数，它在做什么呢？它在等，它在茫然的等，等。后来有人他就想，可不可以解决这个事情呢？可以。在1960年代的时候，就有一个人了，那个人的什么名字忘了不知道。他就想出来一个办法，他说有没有可能搞一个中转站之类的就是让他们2个挨近一点嘛，不要隔这么远，拿东西方便速度快哎呀，然后就搞了一个动态存储的一个东西出来动态随机存储的一个东西，好像是就叫这个东西，搞了一个这个东西出来。这个东西是什么？谁在放屁？外面又在打屁了，是不是？对，又在打屁。动态随机存储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电脑里面的内存条的祖先在60年代的时候，就有人搞了一个内存条的祖宗出来。有了这个内存条的祖宗，那么就方便了它就相当于是一个桌子，一张桌子就相当于一张桌子，而那个桌子上面就做了一个 CPU， 做了这么一个聪明的 CPU， 对不对？桌子越大，内存条就代表内存条越大，这个桌子就是内存条。当这个内存条上面那个上面坐着的这个 CPU， 它要算数的时候，那么它就不用直接去硬盘里面拿了。为什么呢？因为一开机的时候，人就把那些数据需要的数据、重要的数据直接给它放到桌子上面，它伸手就可以了。CPU 它伸手就可以了，所以计算速度快了
你切换过来切换过去，在电脑这么多任务操作，它也不卡了，对不对？以前的时候那个电脑带不动512内存的时候，你跑去问别人，你说电脑卡了怎么办？一个办法就可以解决，加内存条，加到1G流畅的很，加到2G非常的快速度，那时候加内存条就 OK 了，就相当于说这个桌子就越来越大了，放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那个 CPU 啊，它就不用扯着嗓子吼了，对不对？伸手就可以拿，要什么东西它伸手就拿，拿的东西就越来越多，所以电脑就越来越快。但是这里有个东西啊，什么东西？就是说，当物理硬件的性能提升得越来越大的时候，使劲往上面的提升的时候，它的我们用的操作系统或者软件这些，它们也是在跟着性能在提升的。注意，软件提升的不是性能，它们提升的是它们庞大的体积臃肿。比如说，你买了1万块钱的电脑，可能最多你只用了5000块钱，另外5000块钱到哪里去了？到哪里去了？被 CPU 和内存占了呀，不是被 CPU 和那些软件占用了呀。你1G 的时候它就要占你512，你2G 的时候它就要占你1G， 你4G 它就要占你2G， 16G 就要占你8G， 就这么简单。它因为那些软件也是随着你硬件在提升，它们也跟着在提升。不是以前有个什么叫做有个什么定律吗？什么定律？什么就是谁谁谁给了你算力，然后那个谁谁谁又拿走了你的性能，你给了你多少算力，他就拿你多少性能。以前有个什么这句话哈，反正忘了。大概意思就是那样哈，大概意思就是说，随着物理硬件的提升，那些软件操作系统那些，它也跟着你变得越来越臃肿。反正它就要吃你那么多，你一开机啊，不管你是几十 G 的内存，你一开机就吃你一半，知道吧？就是这个意思。简单来说啊，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那个Windows 的操作系统是吧？以这个 Windows 来为例子来举例的话，就是说我先前说的那样啊，你1万块钱的电脑，你可能自己只用了5000块钱，有其他另外5000块钱就被那个操作系统那些给干掉了，给吃掉了。你像以前那些软件多小嘛，以前的那些软件几十兆、上百兆、几百兆那种都算大的软件了，比较大了。你现在的软件随便一个聊天软件哈，往桌面上面一放，7、8个 G、8、9个 G、10多个 G 给你甩进去了，对不对？我觉得它功能齐全了。嘘，安静 ，quiet。我刚才讲到哪里了？我刚才讲到买了1万块钱的电脑，只用了5000块钱，对不对？另外5000块钱就被操作系统和那些软件给吃掉了，对不对？对啊。比如说随便你装一个聊天软件啊 ，PC 版的聊天软件，你一装7、8个 G， 轻轻松松给你整进去，10几个 G、20个 G， 甚至占这么多，它的内存占用也非常的大。以前人们这些人们那些他有没有想办法怎么搞呢？有呢，怎么整？有，就是用手动拴呢，手动关闭那些服务，拴出那些不要的那些东西，关闭、开机、启动那些全部是手动整。以前啊，知道吧？以前全部是手整，但是它手动整的话就有个门槛。就是普通老百姓，我们一般情况下，一般用户不会整那个东西。你稍不注意，比如注册表那些东西，你一整就整起火了，不好整，对吧？是不好整，对，知道吧？不好整。那么，当某一件事情非常复杂的时候，但是又必须又要很多人他必须要去做的时候，就必然会出现什么？会出现有人肯定去发明这个东西，让他把事情变得简单。我刚才说了，以前人们为了把电脑搞流畅是需要手动去操作的，清理注册表，关闭禁用那些服务，各种那些剩余的那些什么功能啊，比如说天气预报这些杂七杂八的不要了，把它关掉，禁用掉，各种 Windows 的服务，遥测那些数据。是需要手动去关闭的，它有门槛了，对吧？对。所以正因为它有门槛，所以就有人发明出了什么这样卫士那样卫士，
这样管家那样管家，来让这些我们普通用户一键就可以操作，一键就可以清理电脑，对不对？对。但是这只是一种假象。为什么我说它是一种假象呢？你任何这样清理大师那样清理大师，它都要常驻在后台，你安装起来它就常驻在后台，知道吧？也就是说，你相当于你赶走了这个，另外一个又进来了，结果效果一样，说不定还更差，对不对？那么有没有一种东西，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它不在后台运行，我们用它的时候它就在，不用它的时候它就不在呢？有的，比如说像那个什么，有一个工具啊，是好像是叫温幼体哈，温幼体这个东西有个叫温幼体的这么一个工具哈，一个工具，它本质上是一个脚本，就是它用的时候，使用的时候它就在，不使用的时候它就消失了，它就不在，不在后台，不吃内存，不占硬盘空间。我说的它不用了，它就消失了，不是说它不是在后台，它在后台没有了，或者说它没有在内存上面哈，不是的。我说的它消失的是真正的意义上，物理层面上从你电脑上面消失了。当你需要用它的时候，它又来了；不需要用它关闭的时候，它又走了。就叫那个温幼体吧，啊，反正是一个开源的工具，它本质上是一个脚本。只需要这么一长串命令啊，用它的时候就一传命令复制粘贴运行，它出来了哈，点一下鼠标，清理干净了之后，关掉它，它就消失了，就这么一个工具哈，非常的简单。它的工具也非常的讲用户，反正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只需要点三个鼠标就可以了。第一个是优化，点一下优化；第二个是点一下标准。这个优化一般优化它有很多，它有极限各种优化啊，标准的。还有呢，优化的比较深的，优化的比较浅的，就像那个水一样哈，就像那个水塘一样，水池一样，有深有浅。你要浅一点，深一点。一般情况下，我们普通用户来说，就使用标准的就可以了。所以点一下优化，点一下标准，然后再点一下运行就可以了。3下啊，点3下鼠标搞定。搞定了之后把它关掉，它就消失了。它这消失就是说从你电脑上面物理消失了哈，我的这个意思。因为它是一个脚本，它是一个PowerShell 命名行召唤出来的脚本，这个工具啊以前用过，现在那时候非常还是挺热门的哈，在 GitHub 上面开源的项目。它这个东西其实就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解决了解决了就是一个又要电脑流畅，对不对？又要电脑流畅，又要不残留，不需要其他东西。我们不需要那些请一个大神，像那种什么安全卫士那些什么电脑管家，你请神容易送神难呐，是不是？他那个东西就解决了这么一个问题，知道吧？下次要用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你清理过一次，10天半个月，给个半个月，再用一次，复制粘贴搞定，点3下鼠标搞定，就这么个简单的事情就搞定了，它就解决了这个痛点啊，既要还要又要啊，既要电脑轻松，又要把它清理干净，还要不残留，没有后台贮存，还没有后台驻留。没有后台任何干干净净的，它就解决了这么一个东西啊。说了那么多，差不多了嘛。我也不想啰嗦了，反正今天也不想说什么，想睡觉。主要就是想睡觉，你听嘛，外头那个贝斯打屁的，那个扑啦扑的响，烦得很，老子如何？这个声音如何？我听着我真的是想睡觉啊！好，那就这样吧，关机。